狮子双鱼座4月下旬感情趋势解读。狮子最近一直有在压抑自己啊，就是两个人之间可能是存在隔阂、吵架，甚至是说冷战。那我们狮子的这个情绪目前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了，心里面的话也堆积了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拼命的让自己不要再去想对方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圣杯七出现的话，其实对于对方所给的东西，我们狮子就是不想要了，或者说会有一点不知足吧。狮子把对方的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对于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其实会让我们的狮子觉得还不够啊，就是有一种你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爱，比起我对你的这个爱的话，好像是少了的感觉。而后面的话，这样一个高塔牌的话，其实也有一种我们狮子被困住，在这个感情当中并不是很开心。那么对于两个人的这个相处啊，其实投入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而这些幻想的话，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说什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可以说是我们狮子在自欺欺人罢了啊。而且高塔牌的话，其实也会有一种我们狮子在这段感情里面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全感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高塔牌的话，真的整个画面非常的黑暗嘛，就是我们狮子也知道自己在自欺欺人，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说不太信任对方嘛，又很害怕被抛弃，又或者说就直接的就被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感情可能会处于一个理性难以控制的一个地步，在极端的这个边缘不断的徘徊，要么呢就是想把这个感情呢直接给摁死了，要么就是直接去找到，就说对方去给到一个说法，甚至的话就是说做一些事情啊，疯狂的去挽回这样的一个感情也有。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力量牌的这样的一个逆位，其实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狮子对于这个感情啊，其实是能够放下的，但是呢，又没有力气去放下。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结合前面一个圣杯七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更多的是说，我们狮子对于这个感情的话，还是比较重视的，难以去忘怀，难以轻易的去放下。所以其实高塔牌在这边结合起来看啊，代表我们会去独立思考，对于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啊，对于这个未来啊，其实我们的狮子的话都有去思考过啊，不是说出于什么恋爱的角度去思考啊，而是说一些比较物质，然后比较现实的这样的一些角度。例如说啊，价值啊，就是说对于比自己强的人，我们狮子多少啊是就是说很喜欢的，就不喜欢比自己弱的，就有点慕强，或者说不想去接触比自己弱的人。那我们狮子的话，这种慕强的话，就说这种个性啊，就是导致当双方差距太大的时候，狮子心里又非常不平衡，所以我们狮子的自尊心又很强啊，所以当我们的狮子觉得对方有种高于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对方给轻视了。那我们前面也说高塔牌啊，其实会有一种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会觉得很委屈。那其实如果说对方来主动的找我们狮子的话，其实就会发现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狮子的话不是说一哄就好，生起气来的话会很难搞啊。可能我们狮子的话自己会觉得委屈，就会发小脾气，控制不好情绪啊什么的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对方来说的话，就会让对方觉得好像我们狮子真的有点难搞哎。其实我想说啊，这个时候对方能够主动过来哄我们，说明的话他也是让步了。可能的话，他说的一些话呀，没有去达到我们狮子想要的那么一个高度，就会好像不想听啊。那对方其实也是有自尊的，也不可能2次3次的来放低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我们狮子的话，其实在适当的时候啊，也要去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不然到时候的话真的是哄了嘛不听，对方不来找自己嘛，自己嘛又真的很难过，真的是欲哭无泪了啊。那包括力量牌本身的话，就是代表着一个感情，它原本应该是平等的、平衡的，但是逆位的话，就说明这个感情此时啊，已经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状态了。其实我觉得好像当中有一方太强势了，渐渐的把另外一方的这个权利就给挤掉了，就可能就是会有一方这个形式上过于强硬，说话的话也会比较的尖锐，又或者说以就是说另外的一种意义上的强势吧，就是太过于依赖另外一方，所以的话这个也算是一种强势。总之爱情它本该是有平衡的，但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就已经是消失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感情会不顺利啊。因为我觉得本来的话它就是失衡了，如果说你再去指望它和正常感情一样去发展的话，就不太可能了，这样迎来的可能就是已经失去最初甜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双方都会对这个感情去感到有一些不满，相互之间的不满的话越来越多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人之间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什么样子。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圣杯10的这样的一个逆位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狮子现在的这个感情状况不太妙啊。虽然我们狮子的话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极端的状况，但是总体来看啊，我们狮子还是不忍心去伤害对方的。那这样的牌面出现的时候呢，说明我们狮子在这样的一个感情里面就是
沉沉浮浮啊，很难受，心里面的话也堆积了太多的郁结啊。比起去伤害对方，我们狮子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去伤害自己，就是什么都往自己肚子里咽呗啊，什么都往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藏啊。即使是说我们狮子现在已经是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一个重量了啊，那我们狮子的话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想过去找对方去倾诉，其实狮子很想跟对方去讲啊，包括当时发生的一些令狮子不爽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最近的一些就是说心事儿。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何处呢？在于这个人他不会去听我们狮子说的。就是前面的话高塔牌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封闭感，就是狮子在这样的一个感情当中属于一个孤军奋战的一个情况，那对方对于我们狮子其实没有去放在一个100%的一个信任上面，所以也就导致了一些就是我们狮子的一些倾诉啊，他会选择不听，又或者就当耳旁风了，听了嘛就听了，没有任何的一个实际的行动。那圣杯十的话，我觉得一出现还是觉得对方不信任狮子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我们狮子对他来说的话好像是存在着一定的威胁的，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然后的话他会比较去在意周围人对他以及对他的这段感情的一个看法，所以也就导致在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感情就没有得到他的周围人的认可嘛，所以的话就是说他会很在意，他对我们狮子也就不会100%认可了，或者说这个感情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见光的一个爱情，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个感情里面没有名分，会怀疑我们狮子是否真心。总而言之呢，他没有从我们狮子这边得到一些可以去说服自己让自己安心的东西啊。对于这段感情的话，他是一个心里没有底的一个状态。那对于我们狮子的一些倾诉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去倾听吧。其实他也会尝试着去对我们好，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情况的话是有点勉强自己，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也会去选择逃避啊。那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星币侍从，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我们狮子也不是只说不做，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对方的需求，其实我们狮子是可以给的，也愿意去给。对方有任何的困难，我们狮子也愿意去帮助，包括其实物质上面的一些困难，我们狮子也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狮子的话，更多的是会有一种衡量的一种态度在其中啊。就我们狮子的话，会去判断，对方是否值得我们去付出啊？那对方值得我们去付出多少啊？可能会有点就是比较计较得失吧。那毕竟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控制欲，或者说想要去纵观全局啊。就说那对方的困难也是会去帮助的，就害怕对方会脱离自己身边，脱离自己的一个掌控，所以也会去衡量对方值得我们帮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吧。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去留住对方。那么这段感情的话，其实有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异地的情况。狮子的话，在多方面的话都高于对方，双方之间的话存在着一定的年龄差距啊。所以这个人的话，从年龄上的话，或者说从长相上都是很青涩的，包括他的一些心理上也是比较稚嫩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做事情就意外的很认真、很专一，然后他的专一的话，刚好能够去满足我们狮子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欲，所以这个是我们狮子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挑剔度的话就会直线上升啊，所以我们就会去要求对方，期望对方能够去达到自己的一个预期。那虽然说我们的心理年龄要长于对方，但是进入这种状态的一个狮子座的话，反而会更像一个需要被对方照顾啊，会发生一些就是说小脾气出来，也会撒娇，会无理取闹一些，因为对方的话都会包容，那我们也会就是说比较享受这种感觉。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也意味着我们狮子是会比较在意一些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吧。那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也是有去衡量的对方的一个价值呀等等啊。那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也会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些要求有没有重视啊，这些都会去看一下。出去吃饭是悄无声息的买单呢，还是服务员不来就不提结账这件事情，或者说下雨撑伞啊是他那边比较多呢，还是自己这边比较多啊？就是会从一些很细节的一些东西去着手变成一个衡量的一种标准吧。双鱼是真的特别的难受啊，就是这段感情简直就是捆住了我们双鱼的一个手脚，就像一种慢性的致命伤，不会马上结束，但是也没有办法去修复。双鱼真的是无力自救啊。那这样的一个圣杯国王出现逆位的话，说明这个感情存在一个多方关系啊，在其中双方可能会因为彼此身边的异性而发生争吵。那一旦严重的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谁也不理谁，然后冷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许从前的话，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啊，然后也很甜蜜，但是呢，不得不说啊，现如今的话，其实这段感情的话，已经开始去走一个下坡路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我们双鱼对这个感情的一个具体的想法是什么样子。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圣杯六，其实圣杯六的话，我觉得从这张牌面来看，代表我们双鱼的话对这个感情真的是全力以赴啊，就像这个牌面当中一样，毫无保留的去把自己所有的爱去给到对方，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只要是对方想要，我们双鱼就会想办法去给对方。那么其实这么说来的话，我们双鱼好像是有一些恋爱脑在的啊，只要认定他了，就可能会为了对方去做一些超出正常范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小双鱼来说的话，是一件或者说一辈子只做一次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双鱼可能一辈子就是说只会为一个人去这么的疯狂一次。本身敏感内向的双鱼座的话，如果有一天有鼓起勇气，不顾一切，满心满意的诠释对方的时候，其实真的就代表着我们双鱼是真的爱惨了。但是对方如果不珍惜啊，伤害到了我们双鱼的话，其实也真的会让我们双鱼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感觉自己的一颗心捧到对方面前，然后被很多就是说伤害去扎得体无完肤啊，所以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如此热烈的去对待一份爱了。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我们双鱼也会努力的去维护，包括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些什么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啊，其实尽管两个人可能年龄不对，然后的话也是会想要去下意识的保护对方，对对方有多一些的关心，也会超过对自己的一个关心，甚至我觉得会超过一个安全线。所以后面的一个宝剑骑士的话，我觉得代表着对于这个恋情里面存在的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因素，我们双鱼是有足够的勇气去清除或者说去击退的。家庭因素也好，社会舆论也罢，平时内心柔软的小双鱼，其实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的话，会拿起一个武器，勇敢的去捍卫，是不太愿意就束手就擒的。所以我们双鱼不喜欢争抢，但是不代表我们双鱼没有底线，所以对这个感情的话，就是我们双鱼的一个底线了啊。此时我们双鱼会选择主动出击，勇往直前，哪怕是知道了这段感情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也会去尽心尽力的。因为双鱼的话，不想做任何让自己后悔或者说遗憾的事情。那后面的话，关于感情的一个后续的发展，其实我们双鱼的话也是那种很执着的，只要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那就还是会无所顾忌的去往前冲，在不让自己后悔的同时，也要不留下任何的这样的遗憾，就是我们双鱼的一个主旨，就是我爱一次了，我就直接爱个痛快。那我们再看一下对方吧，看看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方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宝剑四啊。其实从这边来看，我觉得对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逃避的状态，而且是那种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是那种逃避啊。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我们双鱼的你的每一次主动啊，对他的一个宠爱啊，其实他都是感觉得到的。他之所以这样的话，更多的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感情的话不会有结果，所以的话他会觉得只要不给我们双鱼希望啊，这样的话到结束的话，双方好像都不会太难过。所以从这边来看，我觉得他的这种自以为是，恰巧导致了两个人关系上的一个破裂，就说产生了一个裂缝啊。我们双鱼并不知道他的这些心思，我们只会感到很委屈，好像一直是捂在，就说，怎么讲呢？就好像是一颗这个不会热的石头，你怎么就捂它，你也捂不热。然后的话，好像你会觉得对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而反观我们双鱼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是对对方的好，对方也会因为无法理解啊，而最终转变为一个误会。包括后面女祭司嘛，说明他的逃避，他的冷漠，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其实对方的性格的话并不乐观啊，可能甚至有点悲观啊，会有点悲观主义的倾向。他不相信自己能够去拥有一个长久的爱情，他会觉得不管怎么样肯定都是一个悲剧。那与其到最后失去，还不如在开始就直接断掉一个可能啊。虽然有时的话，这个双方的一些行为都会导致这个感情上出现一个裂缝，会误会，会争吵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他冷漠的一个理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很契合的，曾经的甜蜜也真的都是真的。对方总归是爱我们双鱼的，他只是太害怕失去了。不过目前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啊，一直是我们双鱼在主动，那对方的话又一直在逃避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就导致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拒绝沟通啊，好像让我们的双鱼也很无措啊。就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我们双鱼也是没有办法了。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整个感情的一个后续的发展又是什么样子。这边我们先看到一个恋人牌出现一个逆位啊，那不得不说真的就有一点可惜了，就是会有一种命运无常、造化弄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双鱼的话，在这个关系里面，本来恋人牌的话代表两个人是存在缘分的嘛，就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两个人的，但是出现逆位状态的话，就代表着此中真的夹杂了很多的其他的情况，就有一种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后面又是一个世界牌，更多的是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那么大，我们可能能在几十亿个人当中啊去遇到对方，真的是一种缘分啊！命运引领着你们两个人相遇相知，我们好像也无法去衡量在这段感情里面到底谁更心痛啊？是全力以赴的双鱼呢，还是说在此之后可能就是说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情，还是说这个对方的这种又爱又不敢爱呢？所以的话，我觉得被双鱼全心全意对待的这个人啊，以后可能也真的遇不到像双鱼这样的。那要说真的话，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有被伤到。不过要说到后续的话，其实也不必太
太过于绝望。两个人如果说能够去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或者说对方不再逃避的话，是可以一起去冲破这种阻碍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阻力，然后继续的去让这个感情不断的发展。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教皇牌其实代表着确实隐藏着一个三方关系。如果两个人齐心协力突破障碍的话，那后面的话真的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了，可能会有一些来自于两个人之外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时候对方需要去注意一下，不要再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肚子里去咽了。如果能说出来，就尽快的说出来，和我们双鱼去沟通一下，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了那么以上的话，综合我们双鱼的这样的一个牌面，其实说到这边我想对我们双鱼宝宝说的就是，敢于勇往直前是好的，但是稍微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爱情的这个东西说起来的话也是珍贵的，适当的话也要给自己留有一个安全线，以免真心错过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避免你的真心去错付吧，怕错过也好，怕错付也好，都是自己需要注意的。那我想跟双鱼的另外一半说，要有面对的勇气，要有接受的勇气。最可怕的不是那个你心里面的结局，而是你明知一切都是我的想象，你却一点都不去争取。况且你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双鱼一直陪伴着你，所以说适当的改变一下吧。那今天整个解读我就先说到这边，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发。